眼前這座古剎裡擁有大量的唐宋文物，其中的一套宋塑、2座唐塔更是因其做工格外精巧而被誉為三绝。這個地方便是位於山西省长治市长子縣翠雲山的法興寺。其實以前它不在这兒，而是位於一處煤礦採礦區的地表。一旦地面塌陷了，那這一寺的文物就完了。所以在官方的主持下，法興寺歷經12年的時間，終於搬遷到了現在的位置，並建起了配套的建築，其面積也擴大了不少。如果你去法興寺旅行，並爬到最高處，就能看到一塊搬遷碑，上面記錄着搬遷全寺的往事。如今這裡既是全國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們晋東南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这次一定点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山西長治長子縣的法興寺。對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。我們是2024年10月自駕過去的，停車場位置有點緊張。在通往法興寺的途中，還有人在唱大戲，而且現場是人山人海。戏台正對着法興寺的門，這就是當代的以戲於神。然後我們一路走到山腳下，準備爬樓梯上去。晋東南除了山就是山，當時可給我累得夠嗆。現在我們來到了面阔3間的山門，這是一座1996年的古建築，也就是當初搬遷時為之新建的外山門。上邊的法興寺3個大字是胡富國書記題寫的。另外山門位置是有閘機的，但我想不起來票價多少錢了。走進院子之後，能在右側看到一座小型石塔，寺內共有6座唐代石塔，其中4座是眼前這種沒什麼特色的小唐塔。這些小塔不怎麼受重視，甚至附近還有一座小塔有明顯的火燒痕跡，肯定有人在裡邊燒過東西。它的造型和剛才那座唐塔是高度近似的，直接用唐塔燒贡品，這也太奢侈了吧。既然去右側了，就順便看看這邊的建築。這是一座面阔3間的關聖殿，屋頂為單檐旋山頂，建築是清代建築。殿內正中間的造像是威武雄壯的關公，側面是關平和手持大刀的周倉，這就是遊客常說的人形刀架。建築外邊的走馬板上還畫着關公一生的故事。與關聖殿對稱的是一座形制相同的伽藍殿，這裡的伽藍取的是原意，也就是僧眾的意思。殿內供奉的造像是波斯匿王及孤獨長者和支陀太子，他們曾延请佛陀在智圆精舍居住25年，並留下無數經典。現在我們來將目光投向正中間的舍利塔，也就是法興寺3絕中的第1絕。這是一座始建於公元673年的唐代古塔，它已經有了1300多年的歷史。如今塔的外邊還鑲着一塊字跡幾乎被磨沒了的碑。這座建築是由砂石板打造而成，特徵是4塔非塔，4殿非殿。因為殿內沒有梁架，所以也被稱為無梁殿。如果走進這座舍利塔，還能在鐵欄杆的內部看到一尊小型的佛像，它的背面是一幅倒坐觀音的畫像，和平時佛殿的布局相同。走出這座大型的舍利塔，就看到了唐代的燃燈塔，這就是那座特別的唐塔，也是法興寺3絕中的第2座。這是一座用青石鑄造的塔，在這邊點燃佛燈之後，能做到好多天不滅。因為塔本身被推到了偏西的位置，同時2側塔門的高度是高低不同的，這就意味着前後比它高大的建築擋住了南北風，而2側故意做的高低不同的門則擋住了東西風，這就是佛燈不滅的機制所在。這個時候我們終於來到了圓覺殿前，這是一座位於高台之上的面闊3間的北宋建築，其屋頂為單檐歇山頂，要走到更高處才能看清楚屋頂。鋪座區只看轉角鋪座即可，其正向斜向各出2條花拱，花拱之上各出2根下昂，昂的上邊則是一根昂形耍頭，其他鋪座都是它的簡化版，所以就不一一細說了。看完這些，我們走進圓覺殿內，看裡邊的宋代塑像，也就是法興寺3絕中的第3絕。先從背面的塑像看起來，這邊的主尊是自在觀音像，2側斜侍衛並非善財龍女，而是換成了2個侍女。觀音頭上梳髮髻，胸前配有瓔珞，坐姿悠閒自在，所以稱自在觀音。這個坐姿也被稱為自在坐或遊戲坐。蓮台之下的須彌座有海水與山石掩體，與常規幾何圖形大不相同。現在我們準備繞回圓覺殿的正面，去看其餘的彩塑。進門後的第一眼看到的是釋迦牟尼以及2弟子阿難迦葉的塑像，2側各有1個菩薩，分別是文殊和普賢菩薩。
更靠前的位置則是2個身穿鎧甲的金剛力士，而殿內的核心看點則是分布在2側的12圓覺菩薩像了。東台第一尊菩薩頭梳髮髻，眉間有白毫像，天衣從2側垂下 U 型脖帶，胸前配有瓔珞，下身着裙裝。第2尊的頭面特徵以及胸前的裝飾與第1尊相同，雙手姿勢換成了說法印，衣服換了通肩袈裟，內藏一件打結的僧旗枝，坐姿是左腿盤坐，右腿自然下垂，是自在坐的變體。另外右足以前斷裂過，現在這是補塑的版本。第3尊和前2尊大致相同，區別在於頭上梳了雲髻，肩上戴了一整片的裝飾雲肩，坐姿是最規矩的跏趺坐。第4尊輪廓和第3尊近似，但胸前戴着什麼是看不見的，現在不允許過去看了，只能看到其手臂上有臂穿，坐姿则是剛才出現过的自在坐。第5尊和上一尊高度近似，除了双手位置有所变换之外，其余地方没啥区別。第6尊虽然很遠，但造型也太熱鬧了，其耳上帶有耳饰，胸前是雲肩加瓔珞，可能是现场最華麗的一位。其雙手結說法印，坐姿則是剛才見過的自在坐。然後我們來看西台第1尊菩薩，其頭上梳高髮髻，面相方正圓潤，有慈悲之相，身上的衣服前側有很長的下垂波帶，坐姿則是之前未曾出現過的善跏趺坐。第2尊菩薩頭上梳着雲髻，頸上有3烏愛紋，胸前同樣配有瓔珞，衣服則是袈裟加僧旗枝，坐姿与前1尊略有不同，這是自南北朝時便已經出現過的交角坐姿。第3尊菩薩頭戴髮箍，胸前是瓔珞加雲肩，胳膊上的布料很厚，這是額外裹的波巾，坐姿則是剛才見過的自在坐。第4尊的髮型則又換成了雲髻，雙手在胸前合十，手腕上仍有腕穿，坐姿則是刚才我們見過的善跏趺坐。第5尊菩薩的髮髻和衣飾沒什麼特別之處，或者說它距離遊客位太遠了，有特別之處我也看不出來，但它的特殊姿勢還是可以辨認的。這個姿勢是以手撐頭的沉思狀，它的名字叫做思維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思維菩薩。第6尊是今年補塑的，而且工匠的手法很高超，如果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區別的。至此我們就看完了法興寺的第3絕，也就是12圓覺菩薩像。現在我們走出來，在附近發現一個唐宋時期的慈林山摩崖禪定羅漢像，能看出捆門內的羅漢雙手結禪定印，身穿通肩袈裟，其餘細節則風化嚴重，而後面2側的配點都不開放，就不關注這些了，而是直奔最後方高處的毗盧殿。這是一座面闊5間的玄山頂大房子，我們能在殿前看到一個半截的殘破經傳，但上邊的字已經是磨滅殆盡，什麼都看不出來了。殿前的石柱礎是造型複雜的多層複合石柱礎，而且最給力的是各個石柱礎的花樣還不一樣。建築的斗拱則維持了明代應有的造型，前出2根下昂和1根雲形耍頭，上面塗了完整的彩繪。繞到後邊之後發現昂都是短尾巴假昂，是用花拱冒充的。看完這些，我們準備進殿參觀了。殿內的主尊是毗卢遮那佛，2側斜是阿難迦葉的壁畫，再往外的斜視菩薩像是既有菩薩又有造像，其右側的一尊大佛沒寫名字，推測為應身佛釋迦牟尼佛。這一側山門的壁畫畫的是南方增長天王，左側的一尊大佛則是報神佛盧舍那佛。這一側山面的壁畫畫的是東方持國天王。現在我們離開毗盧殿，登到法興寺的最高處，這裡不僅能看到毗盧殿的綠色琉璃大螭吻，還能看到幾岔中間的3層小樓，每層樓裡都有一個衣袂飄飄的仙人，那便是我們在這個佛國世界中所看到的最後一個看點。我們今天的旅途也終告結束。如今的我們之所以能看到精美的法興寺3絕，與多年前那場偉大的搬遷是分不開的。正因為把寺院遷到了這裡，才讓諸多的精彩文物有了留存後世的機會。他們能從唐宋時期一年一年被保存到今天，靠的就是這一代代名不見經傳卻腳踏實地的保護人。也正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文明綿延相傳的證據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